老烟斗曾跟大家说过好几起骇人听闻的悬案，他们有的因作案手段残忍而闻名，有的因迷雾重重难以破案而闻名，有的因带有诡异色彩而闻名。今天老烟斗要说的这个案件，虽然没有包含以上任何一个因素，可它带来的震撼与恐怖绝对超出你的预料。2011年6月29日，中国农业部渔政指挥中心接到荣成市新发水产食品有限公司的救援请求。2010年12月，新发公司一艘承载33名船员的渔船出海到秘鲁、智利进行海钓作业，原定归期是2年后，但是在2011年6月18日凌晨1时左右，这艘鲁荣鱼2682号船在东南太平洋海域与岸上失去联系。7月9日，安装卫星电话的公司终于打通了船上的电话，接电话的是船长李成全，对方表示船目前在夏威夷附近，船上一切正常，然后就挂断了电话了。而就在这个月的23日，很多船员的家人接到来自这艘不知飘扬在何处的船只打来的电话，许久未曾联系的出海者在电话中表示自己受了伤，花费了大笔的钱治疗，需要家中汇款。有的家属很快就将钱打了过去，有的家属虽然疑惑，但还是汇了钱。7月25日，农业部渔政指挥中心接到来自鲁荣鱼2682号船的求救，随即与交通部中国海上搜救中心通报，要求其与日本方面联系组织必要的救援，并致电黄渤海区渔政局所属中国渔政118船前往救援。半个月后，这艘失联了1个月的船只返回了山东石岛港，可是当初意气风发的33个船员，如今只剩下了11个平安归来。失踪的船员究竟去了哪里？这段时间在这艘船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呢？警方很快就将这11名船员控制起来，并着手开始调查。1年后，真相揭开，但摆在人们面前的是谁都不愿意相信的惨烈事实。时间回到2010年的12月，一群为了挣钱的打工者登上了鲁荣鱼2682号船，他们大多是家中贫困，想靠这2年辛苦挣一笔大钱的农民工。这批普通船员根据地区大概可以分为2派，一个是以刘贵铎为首的黑龙江派，一个是以包德为首的内蒙古派。而船上占有话语权的是管理层，也就是公司派出的以船长为首的老船员们。这些人大都是亲戚朋友介绍过来的，几乎都来自大连，所以又形成了第3个团体大连派。起初的2个月，大家相处的还算和谐，他们一起度过了在海上的第1个春节。有船员打电话回家时还是十分兴奋的语气，说船上伙食很好，有8个菜全是肉。然而好景不长，当他们直面高强度的海钓工作时，越来越多的问题暴露了出来。据刘贵铎回忆，从6月初开始，他们每天工作的时长就延长到18个小时，有时甚至连续工作2天都没得睡觉。但最终将这趟海钓之路推向灭亡的，还是源于他们当初签署的一纸合同。几个月后，船员里不知谁透露出，当初合同上说1年给4万5的底薪并不是那么一回事，而是每个月钓的鱿鱼量达到了一定的数量才能拿到这些钱，实际底薪每个月也就1000块。如此算下来，就算是最拼命钓鱿鱼量最多的刘贵铎都拿不到这笔钱呢，而且连上岸前买烟赊下的钱都不够还的。在时间长、强度大、收入低的高压工作环境之下，管理层对这些打工者的非打即骂更是彻底引燃了这个即将爆炸的煤气罐。包德找到刘贵铎，提议劫船回国讨说法。一向沉默寡言的刘贵铎同意了，两人分别拉拢了一些同样因为被压榨而心存不满的打工者。在2011年6月16日，当渔船到智利补满燃油时，刘贵铎指使2个同伙破坏关闭船上的通讯设备、定位系统，随后伙同包德等人持刀控制住了船长李成全，威逼其返航。此时，与船长一派的伙食长夏启勇发觉不对，持刀到舵楼门口要求见船长。把守着楼梯口的人员自然不肯放得上去，于是在争执中，夏启勇被杀害了。鲁荣鱼2682号船染上了第一抹罪恶的血色。夏启勇的死亡仿佛打开了地狱的大门，
在将李承全控制起来以后，刘贵夺等人掌控了船只的指挥权。他先是派人把管理层以及船长一派的老船员分别关起来，并指挥船只往中国行驶。但是当他们途经夏威夷以西海域时，刘贵夺和包德等人开始怀疑管理层在密谋着什么，因为船上的油消耗的比以往要快了许多。于是他们又筹划了一场大规模的屠杀。海上波涛汹涌，船上血流成河。刘贵夺等人再次杀害了9名老船员，大概是死的人太多了。刘贵夺决定不回国了，改道去日本。于是他让其他船员给家中打电话，以种种借口让家人汇钱。走向。这个人是鲁荣鱼2682号的大管轮王延龙，一直静静目睹着曾一起在船上吃饭打牌的船员被一个个杀害了，见证了这群丧心病狂之徒那毁天灭地的疯狂与对生命法律毫无敬畏的恶行。他抱着同归于尽的心理打开了海底总阀。当刘贵夺发现机舱进水时，王延龙已经失踪了。机舱进水导致船失去动力，船体倾斜。刘贵夺和李承全立即组织大家排水自救，但副役中宋国春等4个还没有沾过鲜血的老船员却偷偷穿上救生衣，跳上简易筏往外逃。一直到晚上渔船才稳定下来。虽然船上有水，但不继续下沉了。不幸的是，4名逃走的老船员乘坐的简易筏又随洋流飘回到了渔船附近。看到4人往回飘，李承全让大家藏起来，等简易筏靠近后，就开始用4、5斤重的游吊铁坠砸筏子。木筏上的4人被迫弃筏跳海。在生死之间，宋国春选择了游向渔船，最终被拉上了船。宋国春上船后就一直哀求刘贵夺别杀自己，而此时船长李承全提出船上的段志芳、向立山还没有沾血。在刘贵夺等人的逼迫下，向立山、段志芳最后，对鲁荣鱼2682号案件诉讼过程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公众号老烟斗，发送鲁荣鱼获取更多相关内容。好了，本期老烟斗鬼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周不见不散。